大家有没有曾经在漆黑的深夜当中被一声响亮的鸟鸣声给惊醒？而且不仅限于山区，就连现在都市市中心也非常容易见到这种叫声相当大的夜行性鸟类。很多人都有听过，但是不一定有看过，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为什么总是在夜晚最安静的时候发出最大声的叫声？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遍布全台的鸟种——台湾夜莺吧。在影片开始之前，太神奇的杰克杂货店开张啦！看着影片配着点心，是最享受的夜晚时刻了。我们之后每一集的影片底下资讯栏也都会跟各位分享一些台湾很有名的零食，包含了爆米花、泡面等等适合边看影片边享用的美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各位点击底下的链接购买哦。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快乐的周末夜晚吧。今天的影片我们要来为各位介绍台湾夜莺。他们在夜晚总是发生一种相当有识别度的鸣叫声，而且这个鸣叫声还会持续高达5个小时哦。有时候都已经快要天亮了还在叫。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现象相当的特殊，也非常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生物。不过有些人却被这种生物打扰了睡眠的时间，对于这种鸟类十分的厌恶，甚至还想要移除它。那么这样的做法是好的吗？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种鸟类。所谓的夜莺它们在科学上的分类是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鸟纲夜莺目夜莺科夜莺属的物种。在台湾也有独特的台湾特有亚种，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台湾夜莺。外表也拥有绝佳的保护色，有时跟水泥或者是石头在一起的时候，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一眼就看出来耶。其实原本这种鸟类呢，它们并不是全台都有分布的哦。根据资料显示，它们曾经是东部的河川才会比较常见的稀有物种，但是这几年来开始扩散到台湾的各个地方，一直到了今天，就已经成为了全台湾各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的鸟类。它们的外表是咖啡色的，有着这一双相当大的黑眼睛。我们早上看到它的时候，不太会联想到这只鸟原来就是晚上叫声这么大的鸟。通常它们是栖息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地区。不过也随着世界上的环境逐渐的变迁，在现在比较中高海拔的地区也开始有这种鸟出没的记载。体长大概20到27公分，而通常公鸟会比母鸟来得大。翅膀张开的时候，长度可以高达64公分哦。我们如果观察到它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它们的虹膜是呈现深褐色，看起来炯炯有神的样子，而周围还会带着一丝黄色的眼圈。现在这个鸟类在日本、印度甚至菲律宾巴基斯坦这些地带呢，也都被学术界证实还有数十个亚种。不过目前最主要还是分成2大方向，分别是大陆支系以及马来支系。而所谓的大陆支系，主要是指分布在亚洲、体型比较大、颜色比较深的物种；而另外一个马来支系，体型则是比较小，分布在马来群岛，颜色也会比较浅。而台湾的亚种则是被归类于第一个大陆支系哦。它们这种鸟类最明显的就是它们相当高亢的声音，这种叫声相当的尖锐哦，而且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相当的刺耳嘹亮。专家也证实，它们这种声音音量可以高达90分贝以上，而且它们一叫还有可能传到800公尺以外的地方。它们为什么会在晚上叫得这么大声呢？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哦。根据相关资料的显示，这种鸟类有可能是为了要宣示主权，以及为了求偶的目的，才会在每年的2月到6月这个繁殖期的时候叫得特别的大声。同时它们也是属于一种会吃昆虫的鸟类，它们边张嘴边飞行，为了捕食飞行中的昆虫，所以说也间接的让它们的鸣叫声在夜晚的时候此起彼落的响起。而专家也指出，夜莺之所以会开始在都市大量的出现，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都市的环境当中灯火通明，这样子的环境比较容易有一些昆虫出没，而它们在比较多昆虫的地方就可以找到比较多的食物，也让它们开始往都市聚集。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们非常喜欢在屋顶筑巢，
许多国小啦、国中的校园比较少人去的顶楼，都有可能成为这种鸟类筑巢的地方。连我自己国中的时候，也曾经有捡到过夜莺的幼鸟落巢。而夜莺这种鸟类在校园当中算是很有可能会见到的鸟类哦。讲到它们的筑巢生态，每一窝的台湾夜莺啊，大概只会生2颗蛋而已。而且它们不会像其他的鸟类啊，会去捡一些树枝啊来盖窝。它们很特别哦，它们居然是直接把蛋下在地板上。所以说，像我们前一段所提及到的大楼顶楼，就成为了它们不会被干扰且平坦的下蛋之处。在繁殖的期间，它们也会分工合作。根据环境资讯中心的资料显示，母鸟它是负责孵蛋育雏，而公鸟就是在比较暗的地方，而且随时保持着警戒的状态，随时能预防其他的天敌过来吃掉它们的孩子。其实会吃掉它们的动物有很多，包含了我们之前系列影片有曾经介绍过的凤头苍鹰，以及拥有圆圆双眼的领角鸮，甚至连野猫、野狗，或甚至小到老鼠都有可能会去捕食它们。所以说，它们算是比较脆弱的物种。许多专家也都认为，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这种神秘的鸟类。其实啊，在与人共存的各个台湾生态界的每一个生物，都扮演着它们相当重要的角色，也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种鸟类，它们捕食昆虫的能力很强，可以有效地控制台湾生态当中蚊虫的数量。对于人类的环境来说，也算是一种很有帮助的鸟类。前几个礼拜，许多台湾的新闻也都纷纷的报道了，在台东被人拍到一只夜莺的幼鸟。它们刚孵化的样子，在顶楼跑来跑去，也让许多的网友觉得相当的吸睛可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原来这就是那一只晚上不断鸣叫的物种。台东县野鸟协会理事长吴志生也对于这件事情曾经表示，其实这个物种啊，早期主要只是在河床附近活动，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许多的河床啊遭受到人为的破坏，再加上许多地区啊也都过度的开垦，导致这种鸟类啊后来它的栖息地慢慢的缩减。不过幸运的是，它们似乎啊在这个险恶的环境当中找到了生存之道，开始习惯这种在比较少人进出的顶楼或者是阳台繁殖，也重新的点起了台湾夜莺生命当中的一线曙光。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有曾经听过这种鸟类的鸣叫声吗？我自己本身啊对于这个声音啊就相当的有印象，也是我们能够在都市化的社会当中可以显而易见的一种鸟类生态。它们从原本鲜为人知只出现在东部的河川区域的鸟类，变成了现在全台湾都有分布的一种留鸟。其实跟黑冠麻鹭是有点像，它们似乎都变成了大都市的好朋友了。大家对于这种鸟类会不会感到困扰呢？还是大家也都可以随着它们的叫声，将其转换成天然的安眠曲，陪伴我们进入梦乡呢？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对于台湾夜莺生态的想法。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种鸟类的生态以及与人的相处模式，包括了它们的发展啊以及繁殖的神奇方式。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一集的影片还有这个频道的力量，让大家也可以多多的了解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动物朋友。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也要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如果想要看更多台湾历史的故事以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事，也可以点击片尾的影片持续的观看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晚安，拜拜。